随着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的持续北上，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7点30分升级发布。2023年7月29日起，受超强台风杜苏芮影响，京津冀等地持续强降雨，暴雨导致城市及周边地区内涝严重，部分山区发生塌方、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地出现人员被困的紧急情况。灾情就是命日，人民子弟兵紧急驰援，奋战在抗洪一线。武警北京总队出动官兵，迅速赶赴灾区。做好，这个已经3米多。武警第1机动总队某支队逆流而上，展开抢险救灾工作。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紧急出动直升机，空投救援物资。我们军事记者的记者也第一时间赶往抗洪抢险一线，记录了人民子弟兵争分夺秒的救援故事。这列由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的快396次列车，搭载着数百名旅客。7月30日，当列车行驶至北京门头沟落坡岭站附近时，由于强降雨被迫停车，大量人员滞留在列车上。8月1日，武警北京总队第3支队接到命令，派出40名突击队员紧急出动。他们的任务是要为列车上的乘客运送第1批救援物资。与此同时，8月1日9点40分，武警第1机动总队某支队接到了紧急疏通铁路的任务，140名武警官兵立即出发，赶往事发地域进行道路抢修。同志们，有没有敌人？快396次列车前进方向的铁路已经被山洪冲断，周边的道路也被暴雨损毁。如何将列车上数百名旅客转运到安全地点，成了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我们的记者随武警官兵一起赶往事发地域，尽管已经设想了各种道路坍塌的复杂情况，但一路上的危险和困难依然出乎记者的预料。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前面3号隧道和4号隧道中间有一部分路基被冲垮了，然后4号隧道的洞口也垮塌了一部分。现在需要采取的方法就是用片石把它路基填筑起来，把隧道洞口的这些坍塌物清理掉，然后确保这个铁路的畅通。受超强台风杜苏芮的影响，当晚依然有强降雨，再加上要在洪水泛滥的山区进行夜间作业，对武警官兵来说也是困难重重。目前呢有点困难，就是作业面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机械作业的话会影响它的施工进度。完了以后就是现在就是因为着急抢通嘛，着急抢通完了以后需要连续作业，夜间的条件不是很好，加上晚上山区可能会有雨啊什么的，造成2次塌方什么的，这个安全问题啊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洪水过后很容易出现山体垮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时每一名官兵都一心想着争分夺秒抢修道路，早1分钟把被困群众转移出来，所以丝毫没有退缩。往前走，不要往前走，真的是就在大部分官兵紧急疏通道路的同时，武警第1机动总队还派出了一支勘察小分队，先行了解前方的路况，为整个受灾路段的全面疏通摸清情况。信号没有啊，手机信息都发不出去。这是第3种，铁轨下的路基已经被山洪冲毁，一节铁路悬在空中。眼前的场景让勘察小分队官兵触目惊心，但丝毫没有阻碍勘察小分队的行进步伐，因为只有把受灾路段勘察仔细，后续才能更有效率地疏通道路。经过3个小时的艰难徒步，8月1日5点30分，
勘察小分队终于来到了快396次列车滞留的地方。我们也不敢动地，一直给他贴着，动不了了。过了前面那个后面那都走不了。这就不行了，这边动力很我们不敢离开这儿，我们不敢离开这儿。小分队不辞辛苦的长途勘察，带回了第一手的道路损毁信息，为后续制定更合理的疏通方案提供了依据，也为战友们更快速的疏通铁路打下了基础。那个车无法现在往回返，断的主要位置是有几处吧，一个是那个23公里处，3号4号隧道之间有个冲沟，把隧道底下全面给冲得脱空了。下一步的这个对5号到8号隧道之间这个铁轨的这个修复，5号到8号之间铁轨就是一个是爬坡把那个轨道覆盖，一个是脱空，还有的严重一点就是把那个隧道冲得有点变形，整个就是现在是很复杂。这边武警第1机动总队的官兵在争分夺秒地疏通铁路，另一边担负运送第一批救援物资的突击队员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8月1日17时50分，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3支队的40名突击队员徒步12公里，终于到达了落坡岭车站，给受困的乘客和周边村民送来了食品、衣物、药品等第一批物资。谢谢。见着。给叔叔们敬礼。哎，你说谢谢叔叔们。小朋友好。谢谢叔叔们。哎，好。建军节快乐。建军节快乐。哎呀，休息会休息。经过武警官兵对道路的紧急抢修和铁路部门的紧急调度，8月2日上午，因强降雨被困的快396次列车首批328名乘客被安全送到了北京丰台站。随着后续救援力量的到来，12时50分，最后一批乘客已安全抵达协和建站。7月29日以来的连续强降雨，导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京广铁路下洼处发生严重积水，阻断了交通。2023年7月31日凌晨，武警第1机动总队某支队接到命令，紧急增援，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水工作。对着。那边看一下，拿个把手过来。现在这个岳流路这个地方积水很严重，最深的地方大概积水有2米深。现在岳流路的整个交通中断，目前这个路段积水大约有1万多方。这款子母式排水车可在地下车库、地铁站、狭小道路、涵洞隧道等低矮环境中使用。此车还可依靠远程遥控下水进行作业，最远实现距离100米的远程排水。另外一款垂直式排水车主要运用于立交桥、隧道、水坝、城市道观排水等场景。我们每台车辆的极限功率是3000立方米每小时。如果现在雨不持续下的情况下，预计5个小时左右能将积水彻底排完。但是由于现在雨还在持续下，这个时间我们也不好确定。官兵们必须加快速度与时间赛跑。然而就在他们紧急作业时，水势却突然上涨，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原来持续性的暴雨使房山大石河、琉璃河段发生溃堤，河水倒灌进入城区，使得积水水量激增。此时积水已经没过腰部，官兵们却不得不停止排水工作，因为他们接到了一项更为紧急的任务。河流的突然溃堤，使得很多居民区都被大水淹没。7月31日下午1点，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们迅速投入到转移被困群众的任务中。那你回去吗？还是回去？我是回去，他就是那啥，我也陪着他，不是？那你先把他传出去。就在官兵们紧急地做准备时，人群中的一位女士显得十分着急。她为何要执意选择返回受灾小区呢？家你打电话了吗？家里啥情况？哎，找个那个救生衣吧。90岁了。邻居呢？原来，这位女士的母亲一个人被困在家里，由于年迈身体不好，她十分担心。哎，在什么位置啊？那个新秀家园那个小区。哦，在前面，过去那个红房子是不是？啊，对。雨越下越大，路面上最深的积水已经快要没过小轿车的车顶，但是官兵们逆流而上，搜寻被困群众。他这个雨还在一直在起飞下，水位一直还在上涨，可能原来感觉到安全的人，现在变得就很危险。我们现在搜寻这个群众，把群众先集中出来。啊，让我下来吧，你需要救援吗？累的，我这心里真的太感动。没事，慢一点，别不急。就这个大门，看一下铁门是吧？前面动，走，快了。进入这个小区，目前这个小区水深已经淹了半层了，水深也比较深，到高间了。由于小区积水严重，水下情况不明，很多护栏被冲散，无疑对冲锋舟的螺旋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官兵们只能下船涉水前进，这也让官兵们面临很多未知的困难。门口要下船的时候，往下跳的时候，就很难分清下面是否有没有障碍物。我们往下跳的时候，灌木丛的树枝就直接从那个裤腿直接往腿里面扎。经过一番努力，武警官兵把女士安全地送回了家。由于他们居住的楼层较高，暂时不用撤离。危急时刻，人民子弟兵的挺身而出，让无数百姓看到了希望。当时把他转移到船上以后啊，他就下意识的就把我这个手给抓紧了。我说，奶奶你不要害怕，我们把你安全的转移过去。他这时呢，稍微的情绪上啊，他就一定那个有一定稳定了。当时老人救上艇以后啊，说了一句话，让我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啊！当时心里啊，确实觉得我们再苦再累，这一点啊，其实都不算什么。能够给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到他们身边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在紧张有序的接力救援下，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在新秀家园小区安全转移被困群众50多人。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在水里奋战了近3个小时后，7月31日傍晚，他们又接到了转移养老院被困老人的任务。来不及休整，武警官兵火速赶赴下一个受灾地。从现场情况来看，洪水已经将楼房的1层淹没了，只能从2楼窗户将老人送出。由于天色完全黑了，养老院里大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这也让转运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再走，走，1、2，好嘞，分配，哎，好嘞，行嘞，前方一点，前方一点。
好嘞，来，搂着他，来，对，我们来，你停下来，1、2，走嘞，好嘞，慢点，好，搁垃圾堆里了。咱们2个下面有，4点为止转一个主人。像这样闻讯而动的部队还有很多。2023年8月1日清晨，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多架运输直升机满载物资，听令升空，执行空投救援任务。然而，由于任务地域气候条件比较复杂，也给机组人员带来了困难。今天早上呢，我们5点钟接到这个起飞的命令，这个雨比较大，雾比较低。下面水流的比较急，山比较陡，山体滑坡啊，能看见，非常明显能看见。7月31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多个村镇遭遇山洪，村庄被淹，道路损毁。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某工化旅官兵接到上级通知后，立即出动近200名官兵和40余台工程抢修及机械化桥梁装备，从多个驻地奔赴受灾地域，连夜抢通灾区的生命通道。7月31日凌晨，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铁军旅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河北高碑店市白沟河任务区，对白沟河堤坝进行加固。从8月1日凌晨5时至2日凌晨2时，完成1.5公里堤坝的加固。目前官兵仍坚守在抗洪一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有没有人？有人，看有人。好，干嘛？大手及腰，武警官兵从未退缩。这一个个逆流而上的身影，总让人热泪盈眶，而人民子弟兵的默默付出，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暖心回应。谢谢你们救护人员，谢谢我让你们辛苦了，太辛苦了。灾情面前，有奋战的身影，也有温暖的瞬间。人民子弟兵一次次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成为人民最坚实的依靠。